感谢你的点击。如果你对星座或者不同主题的大众占卜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进入我的频道观看更多的视频。嘿，欢迎回来！这次又回到我们的星座新讯息，7月的开始。那我们先看看我们行星的变动。木星近期呢也移动了，终于都从巨蟹座进入到狮子座火象星座。那么还有一颗行星呢也进入了下一个星座，就是我们的火星进入了双子座。他们都在6月尾29、30日。水星则是在30日的时候开始逆行，所以目前来说依然是在巨蟹座的。虽然水星逆行中，但是根据火星还有木星呢，整体能量是处在活跃的。同时关于学生的课业或者是考试都会有增加的可能。然后呢，被水星逆行影响的星座朋友呢，说话的时候也可能比较谨慎，或者说不是事事都会说出来，也可能心思很多，但不一定表达，但是不包含所有星座。所以等下我们看看被影响的是哪一些星座。那木星呢进入到狮子座，这个能量呢，则会影响到创作、恋爱、去玩、去娱乐，还有领导能力等等。这些表现呢，都会有更深或者是更多的一个延伸拓展。可能在创作方面呢，也会有更多的灵感，或者说恋爱会有一定的进展，或者说你的领导能力会受到认可。所以今天能量呢是活跃的，也会有更多资源、更多机会，需要自己多争取。那我们可以参考我们的上升星座还有太阳星座。我们的太阳星座指的是我们的本身的特质，我们的灵魂特质，我们的个性会怎么去做一个选择，我们的本质。那么我们上升星座是我们如何去掩盖我们的太阳这一个特质，我们会不那么直率，会拐弯，从我们的面去表达出来，戴着一个面具。对，那如何表达给人的印象如何是在上升星座。那我们可以以这个概念去参考。白羊座的朋友呢，即将进入学习适应自己的新的知识经验，还有继续的输出，就是会边学边做，依然是忙碌的，而且有新东西要吸收。而白羊座呢，也会更倾向学哪些东西可以为自己增值，可以赚更多的钱。任何的选项都是跟价值方面相关的，也要符合自己的价值观。那白羊座的朋友呢，也要去注意筛选自己的任务项目，不要让自己过度的忙碌，又导致疲惫过度，休息不够。筛选一些你认为是值得去投入的工作项目任务。那近期行星的影响呢，也会让白羊座可以看到往后，就是往跟未来发展的一个契机。可能说有些东西会跑向更稳定，也会有更加多的延伸，但是依然呢，要在自己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发光点，特点是什么。因为当你知道你的特点是什么，而你可以更加自信的展现出来的时候，那么你可以获得的机会也会更加的多，选择也会变多。那白羊座这期间呢，也会更想要集中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，不想要被家人或者亲人或者是恋人等等打扰唠叨，尤其是不想被唠叨，不然呢可能会让白羊座容易烦躁。那么因为火星有关，在感情中呢，白羊座说话的方式可能会比较直接直率，没有恶意，但是可能太直率，忘记了顾虑另一半的心情，容易伤到他的心。所以白羊座在说话方面呢，也要先思考再输出。金牛座朋友近期依然是离不开责任还有能力表现，事业心特别的重。前期金牛座更多可能会集中在人与人的交界，讯息的情报的整合还有收集，就是收好一些你想要整理的东西，然后呢再做一个判断和决定。所以也自然的可能在应酬或者是在跟进你的客户，或者是你需要跟进的人方面呢，这些业务会有增加的可能。金牛座的朋友也是相当聪明的，因为也会更倾向选择高价值优质的平台客户合作。而且呢，金牛座本身呢，在业务能力方面也是很专业和用心。所以不管金牛座的朋友你目前是在甲方还是乙方，
你本身都是优质的那一方。那么金牛座在感情方面呢，会渴望更想要彼此的了解，有什么问题呢就有效的沟通。在相处模式方面呢，金牛座呢会比较抗拒冷战，也不喜欢冷战。双子座的朋友近期的好奇心会暂时的收起来，可能呢给他人的感觉是可以聊不错聊的，但是呢他人也会感觉到你的那个距离感或者边界感是蛮强烈的。而双子座朋友呢的自我保护意识近期也会比较强，那么双子座也要注意自己的谈话是否会太直，因为可能你不是故意的，只是有时呢一下子无意识的就是说话太直，不小心得罪人，所以这一点在说话的艺术方面可能是注意。虽然呢水星逆行，但是火星还是进了双子座，而且呢也跟讯息和沟通相关的。所以双子座整体的能量就是表面看起来很健谈，好像很开心乐观，其实内心呢会有比较多的那个情绪，或者是比较多思绪，但是不一定会说出来，这也是水逆的影响。然后也可能会容易呢封闭自己，容易不开心。最要命的则是可能容易用外在的价值去批判自己。所以呢，双子座的朋友一定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，维持自己的内在健康。那么在感情中呢，双子座会渴望有两个人单独的空间，不希望被打扰，希望安安静静的相处，享受两个人的时光。而且双子座近期也特别需要安全感，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双子座的伴侣，那么可以多多的注意。巨蟹座的朋友近期依然事业心很重，很注重自己的事业，也会特别的忙碌，而且执行力很强，也会愿意表现。可能说平时比较低调的巨蟹座呢，近期也会比较愿意的表现自己。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关于思绪方面，思绪和灵感同时都会比较多，所以呢需要好好的去判断和整合哪一些是重点的灵感，而不是增添烦恼的思绪，也避免放走不错的灵感。那么在忙碌这方面呢，可能也会听到亲人、家人、亲密关系的伴侣的一个抱怨，为什么你没有再多陪伴我，为什么没有好好顾一下家这方面。所以呢，巨蟹座也要取得平衡，一来不要让自己太忙碌，二来也要让自己有一个空间可以跟家人或者是重要的人有时间相处，因为这点对你来说也是很重要，这也会影响到你的身心灵。如果说有一边倾斜的话，不平衡，也会容易让巨蟹座的朋友呢安全感不足，所以要多注意平衡。那巨蟹座在感情方面的沟通方式会比较直接，有问题呢就会希望将问题解决，在边界感方面呢也处理得不错。如果说目前巨蟹座遇到的另一半也是有边界、有沟通，可以互相呢给予安全感的话，也会让巨蟹座认定这个人就是可以长期走下去的伴侣。狮子座的朋友近期的能量也会比较的阴和，他们会重视自己该付出的责任，都会好好的去处理。自己的原则呢则是不容易被动摇的。那狮子座呢在事业、人流的跟进、工作的交接方面，也会有机会接触到新的人，变成你新的人脉，你的目标也将迎来更多的延伸，所以呢你的打拼是不会白费的。但是也要注意自己的健康，因为你除了忙碌呢，你可能会不经意的去考量很多现实层面的问题，导致你本身容易出现压力。那要及时将这些压力慢慢的释放，不要积累太多爆发。那近期的狮子座可能也是因为太忙碌，所以呢尽量都是顾好当下目前眼前要处理的问题，暂时不会往太远的去想，那以后的东西也是慢慢的计划。那么迎来第二周呢，建议狮子座的朋友，如果你抽得出时间，也建议你可以去走走，或者是出游，做你想做的事情，娱乐，自娱自乐又好，跟爱人跟家人一起去走走逛逛都好，一定要好好的释放自己的压力。在感情中，狮子会特别在意另一半的感受和想法，
也会很主动的去顾虑照顾另一半。可能呢，狮子座也会想要安排一些简单的约会，跟彼此可以更加的拉近关系，这样也可以让狮子座释放自己的负能量或者是压力，然后关系又更进一步。处女座的朋友，近期的土象可能是太重了，所以很多事情会慢半拍，所以要注意一点。尤其是当你在下重要的决定或者判断的时候，可能会因为考量太久而错过了一个好时机，所以这一点要注意，你要抓的东西是什么，不要让它偷偷的溜走。那么考量太多，还有第二点就是，本来你的目标蛮清晰，你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但是想的太多东西了，越来越多一些乌云密布，越来越多一些迷雾啊，变成乌云啊，密布了在你的大脑，所以呢，就会变成从清晰转为担忧。所以有些东西呢需要考量，就考量当下，不要考量太长太远，先做了再算。当你呢已经收集了一些重点讯息，先做了再算，之后呢遇到了一些要解决的问题再解决。还有另一点就是，处女座的朋友近期也会比较容易被人情给耽搁，会比较难，态度很坚决很坚硬，突然就会心软。本来说这不是你的工作，结果呢那个人可能说拜托了你多一下两下三下，你就心软去接这一份工作，你不想做的工作，你不想扛的责任。所以处女座的朋友要硬一点那个立场，如果你的立场和原则不容易被动摇的话，那么你也不会那么轻易被他人为难，要多顾虑自己的心是怎么想的。在感情中，处女座的朋友近期可能会更渴望想要多跟另一半待在一起，会想要依赖另一半，但是呢，处女座的朋友可能会有点不好意思去表达出来，渴望依赖，但是又处在一个不敢表达的拉扯中。那么如果说你真的很希望表达自己的心情，慢慢的说出来，没关系的。天秤座的朋友，近期不管是在生活还是事业，在人际关系中呢，都会更倾向选择关系比较有深度或者巩固稳定的人们交流、聊天、聚餐等等，可能不会太想应酬陌生人或者新朋友。那也不排除近期可能也会认识一些很好聊得深、聊得来的新朋友。所以取决于天秤座的心态呢，想不想去看看新的东西，还是想维持现状。那么在第二周呢，就是后期，天秤座也会特别注重活动聚餐的筛选，不会随意的出席。天秤座是这样想的，但是事实上呢，可能就会遇到在人际关系中呢，尤其是一些需要应酬的活动聚会，或者说一些很久不见的朋友，他们约你，你本来不想去，但结果呢还是迁就着出席了。感情方面，天秤座的桃花依然是很不错，但是如果有另一半的天秤座，也会更倾向迁就自己的对象和注重伴侣的想法感受。天蝎座的朋友呢，近期可以这样子形容你，尤其是在想法思绪方面，天蝎座的朋友可能会想得远、想得多、想得深，但不一定想得美。因为天蝎座的朋友会很重视在一个衡量一个现实层面的计算，所以不会太过于进入到过度的幻想状态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思绪过多也会容易产生了不必要的担忧，比如说会担忧还会发生或者是不会发生的事情，思绪多则会加重这一些点。那么呢，在自己的生活事业中呢，也要注意一点，就是不要跳进很忙碌，但是忙完后不懂自己为什么这么忙碌的怪圈之中。而在后期，天蝎座的整体能量会逐渐稳定，可能也会减少思绪或者担忧，而对目标的方针也会更清晰。感情中，天蝎座会更倾向主动，尤其是对有好感的人，天蝎座也会愿意成为主动的那一方，也会带出亲切感，让人感觉你是好聊的，而且桃花运也不错。所以单身的天蝎座近期如果呢想要邂逅一段不错的感情，现在是不错的时机。
射手座的朋友，我们刚刚也提到木星呢，终于从水象进入到火象狮子座的星座，这也会影响射手座的朋友在事业心和奋斗心都同时爆棚，也可以代表着呢，射手座的朋友，你新的季节降临了，可以满怀希望的去期待。那么在表达、表现力和稳定度方面呢，都是不错，而且也会力向上游，好好发挥自己本身的能力。那如果部分的射手座朋友会有想要转换一个环境平台，目前也是一个不错的时机，尤其对自己能力有自信的射手座朋友，而且也不排除呢，如果是有去跑自由业或者是自己接商务的朋友呢，也可能会有新合作、新资源、新的人脉等等。投资运方面也是不错的，但是依然要谨慎去收集一些重点资料。那射手座朋友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有机会接触新的领域，去学习和增加自己的收入。那在感情方面呢，射手座的朋友给人感觉就比较花，而射手座会倾向跟感觉去跟一个人在一起，所以也会容易造成另一半没有安全感，给人感觉就是花心爱玩。摩羯座的朋友近期的能量是很稳定的，尤其是在做着自己的事情呢，会更加求稳定，而不是心急或者是一时的拼搏，给人的感觉非常的低调，但是呢很稳。而且摩羯座近期想做的东西都是看远的，放长期，更多是跟长期的规划相关的。所以摩羯座的心态呢，并不像是要一夜暴富，而是呢细水长流的去稳定做好自己的事情，然后有长久的一个收入稳定的东西。虽然摩羯座整体是低调，但是给外人的感觉依然是很自律，超级自律。因为呢，外人看到的摩羯座是好像机器人一样，不会停，一直会有事情做，不断的去接新的东西来做。而且摩羯座也习惯了自己的节奏，所以呢，可能摩羯座自己不会感觉到辛苦或者是很累，也可能是一种长期的习惯。那听到这里的摩羯座突然想到，我好像没有好好让自己休息放假，有放假的心情呢，也可以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。所以总结下来，在外人眼中你依然是超级自律，从不停滞的。那有一个形容词，也就是摩羯座在前期呢是像在铺垫，那么后期呢则是开始真正的输出和执行，而后期呢也会因为前期的铺垫还有交界，在后面呢获得一些不错的回馈，也可能会接触新的知识、新的一些经验，因此获得不错的资源机会。那么在感情中呢，我们刚才也说过，摩羯座会一直很忙碌，可能接触的人流呢都会跟工作方面有关系的。那么恋人也可能会在跟你有交界的，在平台又好，在合作方面都好，这类型的朋友，就是跟工作相关的人，可能会跟摩羯座成为恋人。那摩羯座呢的内在也是非常需要被关心、被关爱的，所以如果说某个人接近摩羯座的目的性太强，也会让摩羯座避而远之，还有会防备。水瓶座在这2周依然是处在忙碌的状态的，也可能遇到职场如战场，一上班感觉很快就下班了，因为很多东西要忙。所以水瓶座的朋友呢，可能近期会更加渴望暂停脚步，可以让自己有时间发发呆，或者是让自己天马行空一下，渴望能享受自己的时光。那水瓶座的朋友呢，近期的投资运也是不错，但是不要冲动的投资，建议可以去选择一些长期稳定的投资方案。那我们继续水瓶座在职场上面的一个整体的状态能量。水瓶座呢，在办事方面会很注重效率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看到有问题都会直接指出问题所在，也比较理性。这也很自然形成呢，水瓶座朋友的说话方式很直接，可能直接到不小心伤害了他人。那我们讲讲水瓶座的感情，在沟通方面，水瓶座依然是可以保持理性的，有任何的问题呢，
都可以向水瓶座直说。但是水瓶座呢，他不喜欢毫无原因的冷战，所以在感情中的水瓶座依然是要以理性去理清楚，为什么突然间整个关系好像冷下来了。万事都要有沟通。双鱼座的朋友近期特别容易在意他人的眼光和想法，同时也会很注重他人的感受，很小心翼翼，尽量的不去伤害任何人。而双鱼座的朋友呢，近期也会更愿意主动的去联系朋友，去关注关心大家。但是可能呢，在聊天的过程中呢，话会比较多，虽然好聊，可是会让人感觉比较聒噪。近期的双鱼座也会带出一种亲切和疗愈的感觉，这一个磁场，所以近期双鱼座的人缘也会不错。如果说喜欢认识朋友的双鱼座，不妨可以到处走走，或者是多接触一些聚会活动。那双鱼座在工作的态度方面呢，会有想法、创意，愿意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件事物，所以整体上呢是很客观的。那在后期呢，即使双鱼座本身的执行力不错，有效率，但可能呢那一个能量会渐渐的稳定，不是变弱，是稳定。那如果是很焦急想看到成果的双鱼座，那可能会让你失望，因为呢很多事情是慢慢的在转动，所以双鱼座的朋友也需要有更多的耐心，将自己的种子好好的灌溉，不要太过着急。在感情方面呢，双鱼座依然是双鱼座，心事会比较多，需要呢被关爱，需要另一半可以聆听自己的倾诉，渴望自己的感受呢能被另一半共情。感谢看到最后。那么今天的星座新讯息呢，则是整个能量的流动呢开始比较活跃了。不懂目前的你会不会感觉比之前更加忙碌，或者说你感觉你的努力开始看见回报？那也希望呢已经很累很辛苦的朋友，你感觉到你快要放弃了目前，但是你又不舍得的话，请再坚持多一下下，你的努力不会白费的，那你的经验和能力也不是白白得来的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的星座新讯息没有办法针对所有人，如果你有兴趣1对1占卜，或者是想要看你的占星报告，也可以在 IG 敲信箱。那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我是你的占卜师 Ciro，拜拜。